大家好，欢迎来到加密星球。上期呢，我们用 OpenClue 里面的一张四象限图解释了比特币 ETF 的资金流和比特币价格之间的关系。你会发现，当 ETF 持续流入的时候，比特币呢往往会上涨；当 ETF 持续流出的时候，比特币也更容易下跌。所以 ETF 和比特币之间的价格有着非常强的相关性。但这里呢有一个更关键的问题，比特币现货 ETF 明明是在美股交易所里交易的，那它里边的钱到底是怎么影响真实比特币市场的呢？难道是你买一份 ETF， 基金公司就马上去买一点比特币吗？还是说你卖一份 ETF， 基金公司就马上去卖一点比特币？事情呢其实没有那么简单，它的背后其实有一套非常复杂但也非常有意思的机制：申购、赎回、授权参与人、做日商托管人以及真实比特币现货的买入和卖出。所以今天的这期呢，我们先快速聊聊 ETF 的历史，再把比特币 ETF 的运作机制给它讲清楚。最后呢，也聊一聊什么人适合买比特币 ETF， 什么人更适合自己持有比特币。因为这两个东西呢，看起来都和比特币有关，但本质上并不是一回事儿。在进入正题之前呢，我们先用 OpenClue 看一下今天整个加密市场的状态。因为 ETF 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和市场情绪、价格趋势、宏观环境都有关系，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单独的数字。我们打开 OpenClue， 今天整体的市场的观察还是谨慎偏空，标题是比特币反弹无力，机构在撤离， ZEC 和 HYPE 却在逆势上涨。这里面有几个关键的信息：过去14天比特币 ETF 的累计净流出大约是 6.9 亿美元，这说明机构现货买盘在明显的减弱呀。比特币虽然反弹到了 7.7 万美元附近，但这个反弹目前看起来基本面支撑并不强。与此同时呢， ZEC 增加了上涨了 5.5%， 以及 HYPE 维持看多离场，两者完全独立于大盘的走势。ZEC 1小时涨了 5.5%， 24小时18%。我们先简单的看一下这个 HYPE， 打开 HYPE 的页面，你会发现它最近的研究立场一直在谨慎看多和看多之间，而且置信度也在逐步的提高。价格呢，打开价格看看，已经来到了今年的最高点，这说明 HYPE 最近确实有比较强的独立走势。再看看 ZEC 的观点走势一直在变化，最新的是在看多，这个说明机构在控盘，价格呢已经快到了700，也已经快回到了前期的最高点了。所以这两个资产今天是比较典型的逆势表现。我们回过头来再看看比特币 ETF 的数据， ETF 资金当日流出是 3.31 亿美元，连续5天流出，7天累计流出接近20亿美元。进入这个 ETF 页面，果然5月19号单日流出 3.3 亿，已经3日连续流出了，但整体呢仍然有570亿的正向的流向。再来看看 ETF 在比特币的持仓占比呢，占到了 6.6%， 这个比例其实已经不低了。你会看到它从2024年上市以来一直是增长的，但是到了2025年的10月之后呢，增长开始变慢，甚至有点走平了。这个说明 ETF 这个资金入口前期增长非常快，但最近这段时间它的增长动能开始放缓了。下面这根黄线是 Strategy 的持仓，也非常猛，一直是往上涨的，现在已经占到了 4.2%。所以现在比特币的市场里边有两股很重要的结构性的力量，一个是 ETF， 代表传统金融市场的资金入口，另外一个是 Strategy 这种长期持续买入的公司持仓力量。这两条线未来都会比较深刻的影响比特币的供需结构。好了，我们开始今天的正题吧。谈了半天的 ETF 流入流出持仓比例，但很多朋友可能还是会有一个疑问， ETF 到底是什么？它为什么能对比特币市场产生这么大的影响？我们先从 ETF 的发展史讲起，你会发现比特币 ETF 不是突然冒出来的东西，
它其实是传统金融市场发展了几十年之后，把比特币接进去的一次非常重大的升级。我们先用这张图快速的去看一下 ETF 是怎么一步一步发展到今天的。你不用记图上的这些年份，但你要记住一件事， ETF 的历史其实就是把原本复杂的资产变成普通人也能够轻松买卖的产品。 ETF 的全称呢叫做 Exchange Traded Fund， 中文一般管它叫做交易所交易基金。最早呢是在1990年加拿大，当时多伦多的证券交易所推出了一个追踪股票指数的产品。你可以把它理解成 ETF 的早期雏形，它解决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一个投资者想买一整个股票的指数，以前呢他要自己一只股票去买，但有了这种产品之后呢，你就不用那么麻烦了。你买的是一个产品，但背后其实是一篮子的股票。所以 ETF 最早的想法其实非常简单，不要让普通人一只股票去买，而是直接把一篮子的资产打包好，让你一键去买入。然后呢，我们看第二个节点，1993年美国，这一年非常关键，美国第一只真正有代表性的 ETF 上市了，它就是后来非常有名的 SPY， 全名叫做 SPDR S&P 500 ETF Trust。 它追踪的是 S&P 500的指数，也就是标普500。这里顺便解释一下， S&P 500本身不是 ETF， 它只是一个指数，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份名单，里面呢主要是美国最具有代表性的500家的上市公司。这个指数本身不能够直接购买，你真正能够买得到的是跟踪这个指数的产品，比如说 SPY、VOO、IVV 这些 ETF。 所以呢，打一个比方， S&P 500其实就是一份菜谱， SPY、VOO、IVV 是按照这份菜谱做出来的菜，菜谱本身你是吃不了的，但真正你买到的是跟踪这些 S&P 500的 ETF 产品。那为什么这个东西非常重要呢？因为它把投资整个美国大盘的这件事儿变得非常简单化。以前你想投资美国最重要的500家公司，你需要自己去买很多的股票，研究每家公司，决定每只股票买多少，还要不断的去调整。但有了 SPY 之后呢，你只需要买一只 ETF， 这个就相当于获得了整个 S&P 500的市场表现。这个就是 ETF 最厉害的地方，它把一个复杂的投资组合变成了一个普通人可以直接买卖的产品。到这里呢，我要提一个巴菲特的经典观点。2013年，他在致股东的信里边公开了自己给妻子立的遗嘱安排，他的资产的 90% 配置低成本的 S&P 500的指数基金，而且呢，他还明确点明了 Vanguard， 因为手续费低。另外的 10% 呢，配置短期的国债，理由是长期来看，这个组合会跑赢大多数的投资者，包括那些雇了高薪基金经理的养老金机构还有富人。他的意思其实是，如果你没有时间、没有精力，也没有专业的能力去判断每一家公司，那你就不如直接去买整个的市场。这个观点后来还被一个非常著名的赌局给验证过。2007年，巴菲特和一家基金公司打了一个长达10年的赌约。巴菲特押的是 S&P 500的指数基金，对方呢精挑细选了5只 FOF， 也就是基金中的基金。结果10年以后呢，2017年结算的时候，标普指数累计的回报大约是 125.8%， 对方那5只 FOF 呢，平均只有 36% 左右，差距非常悬殊。后来巴菲特把赢来的钱捐给了慈善机构，他的核心的逻辑其实非常简单，主动基金的费率再加上交易成本，再加上税收的摩擦，长期呢会吃掉超额的收益。而绝大多数的基金经理本身，他也没有办法持续的去战胜市场。SPIVA 的年度报告其实每年都在重复验证这个结论。15年滚动去看，美股大盘主动基金里边能够跑赢标普500的比例，通常只有10%出头。所以 SPY 在1993年出现意义就非常之大，
它不是单纯多了一个金融产品，它真正改变的是普通投资者第一次可以像买卖股票一样，简单的买入整个的美国大盘。你不用自己去挑那500家的公司，你不用判断哪个基金经理更加厉害，你只需要买一个跟踪指数的 ETF， 就能够获得整个市场的敞口。这个也是 ETF 后来能够快速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因为它解决的是一个非常真实的问题：普通人不一定能够战胜市场，但 ETF 能够让普通人可以低成本的拥有市场。从 SPY 开始， ETF 的逻辑就被市场给验证了。接下来呢，它就不再只是一个追踪股票指数的一个东西，它开始进入更快的扩张的阶段。到了2000年 ETF 开始快速的扩张，它开始装更多的资产，债券、商品、能源、房地产、行业主题，甚至一些更复杂的策略都可以被做成 ETF。 这个时候呢， ETF 已经开始变成了一个金融市场里边的包装系统了。什么意思呢？就是很多原本不太好买、不太好管理的资产都可以被包装成一个 ETF， 然后放到交易所里边去，让你像买股票一样去买它。这一步非常关键，因为它为后来的黄金 ETF、 比特币 ETF 都打下了非常坚实的基础。然后呢，来到了2004年，黄金 ETF 出现了。这个节点非常适合我们理解比特币的 ETF， 因为黄金和比特币在某些地方非常像。黄金本来是一个非常古老的资产，但如果你真的去买实物的黄金，还有很多的麻烦。你要考虑真假、纯度、保管、安全、买卖价差。如果是机构的投资者，问题就更复杂了。那么黄金 ETF 出来以后呢，事情就变得非常简单了。你不需要真的把金条给它搬回家，你也不用自己去找地方去存黄金，你只需要在证券的账户里边买一个黄金的 ETF， 就能够获得黄金价格的敞口。所以黄金 ETF 改变的不是黄金本身，它改变的是普通的投资者接触黄金的方式。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后面的比特币的 ETF 本质上也是这个逻辑。再往后看呢，到了2010年，这个时候 ETF 已经变成了主流金融市场里边非常重要的配置工具，不只是散户在用，养老金、资产管理公司、投资顾问、机构投资者也都开始大量的去使用 ETF， 因为 ETF 的成本低，交易方便，透明度还高，而且呢，它可以很容易配置不同的资产。所以到了这个阶段， ETF 已经不是一个新鲜的产品了，它已经变成了一个传统金融市场里边的基础设施之一。也就是说，如果一个资产能够被做成 ETF， 它就更容易的进入传统资金的配置系统里边去。这个呢，就为比特币后来的事情埋下了非常好的伏笔。然后呢，我们来到了2021年，美国这一年呢，美国正式批准了比特币期货 ETF， 也就是图里的 BITO。 注意，这里是比特币期货 ETF， 它不是直接持有比特币的现货，它主要是通过比特币的期货合约来获得比特币的价格的敞口。所以它很重要，但还不是终点。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传统金融市场先让比特币迈进来的一只脚，但这只脚踩的不是现货市场，而是期货市场。最后呢，我们来到了2024年，美国的现货比特币的 ETF 获批上市，这个才是真正的大节点。2024年的1月10号，美国 SEC 批准了多只比特币现货 ETF 的上市交易申请。这里边呢，包括了 BlackRock 的 IBIT、Fidelity 的 FBTC， 也包括木头姐 Cassie Wood 旗下的 ARK 和 21 Shares 合作推出的 ARKB。SEC 当时获批的是11只现货比特币交易产品，这被很多人看作比特币进入传统金融系统的关键时刻。为什么这个节点非常重要呢？因为在此之前，美国市场已经有了比特币期货的 ETF， 但期货 ETF 跟现货 ETF 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儿。期货 ETF 买的是期货合约，而现货比特币 ETF 背后对应的是真实的比特币的敞口。也就是说，这一次比特币不再只是通过期货合约间接的进入传统的金融市场，它开始以现货资产的方式进入了券商账户、基金的组合、
资产的管理模型和机构配置的框架。在这里呢，我要特意的表扬一下木头姐，也就是 Cassie Wood。我在之前木头姐那期里边谈过，她和 ARK 很早的就开始推动现货比特币的 ETF， 但这条路呢并不顺畅，从申请到一次一次的被 SEC 给拒绝，再到市场质疑，再到比特币多次的暴涨暴跌，他一直都没有放弃，差不多9年的坚持，才最终等到了2024年这个结果。当然，现货比特币 ETF 的获批不只是木头姐一个人的功劳，这里面也有灰度的法律推动，有 BlackRock 这些传统巨头的入场，还有整个市场基础设施的成熟的因素在里边。但木头姐的故事很具有代表性，它代表的是那批很早就相信比特币终究会有一天会进入主流金融系统的人。所以2024年现货比特币 ETF 获批不只是多了几个 ETF 的代码，它更像是一个信号，比特币正式的在传统的金融世界里面打开了一扇大门。好的，理解了这个背后的背景以后，我们终于可以进入今天真正的核心主题了。比特币 ETF 到底是怎么运作的？它又是如何把美股市场里的资金传导到真实比特币现货市场里边去的？我们先来看这张图，这张图呢看起来信息点有点多，但不用着急，我们还是用老的办法，从左到右一步一步的去看。你只需要先记住一个核心逻辑，比特币 ETF 不是有人买 ETF， 比特币就立刻上涨这么简单，它真正影响市场的地方是背后的这套机制，申购、赎回、套利、托管以及真实比特币现货的买入和卖出。听起来呢有点复杂，但我们拆开来看其实并不难。我们先看看图的左上角，这里是普通的投资者，也就是像你我这样的人，或者是一些用券商账户的投资的人。当你在美股市场买入一只比特币现货 ETF， 比如说 IBIT、LBTC 或者是 ARKB 的时候，你买到的不是链上的比特币，你买到的是一个 ETF 的份额。这个 ETF 的份额就像股票一样，可以在交易所里边进行买卖，你点一下买入，它就出现在你的券商的账户里边。但是注意，你账户里显示的 ETF 不是比特币本身，你不能够把它转到冷钱包里边去，你也没有私钥，你只是通过这个 ETF 获得了比特币价格的敞口。所以这里其实有两个市场，一个呢是美股交易所里边的 ETF 的市场，另外一个呢是加密世界里边的比特币的现货市场。那问题是这两个市场是怎么连接起来的呢？接下来我们先看看图里的这个词儿 NAV， 中文名字呢是净资产价值。这个词儿听起来有点金融，但其实很好理解，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每一份 ETF 背后理论上对应多少比特币的价值。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假设一个比特币 ETF 的基金总共持有1万枚的比特币，然后呢它一共发行了100万份的 ETF，那每一份 ETF 背后对应多少的比特币呢？很简单，1万枚的比特币除以100万份的 ETF 等于 0.01 枚的比特币。也就是说，每一份 ETF 的背后大约对应 0.01 枚的比特币。如果现在一枚比特币的价格是8万美元，那么 0.01 枚的比特币的价值就是800美元。所以在这个例子里面，这只 ETF 的每一份的净值，也就是 NAV，大约就是800美元。当然，真实世界里边还要考虑管理费、现金金额、交易成本这些细节。但是为了理解这个机制，我们可以先简单的记住 NAV 就是每一份 ETF 背后对应的底层的资产的价值。正常情况下 ETF 在交易所里边的价格应该围绕这个 NAV 上下波动，也就是说 ETF 的市场价格应该尽量贴近它背后那部分比特币的真实的价值。但问题是，比特币是24小时交易的，美股 ETF 不是24小时交易的，而且两个市场里边的买卖双方的力量也不一样。所以有些时候呢 ETF 的市场价格就会短暂的偏离它背后的真实的净值。这个时候图中的这个关键的角色就出现了，授权参与人 AP， 旁边呢还有一个做市商。
你不用记住这些复杂的名字，可以简单的理解成 AP 呢，就像 ETF 世界里边的批发商，普通投资者只能在交易所里边一份一份的去买卖 ETF， 但 AP 不一样 ，AP 可以和 ETF 的发行方进行大额的申购和赎回，也就是说，它可以帮助创造新的 ETF 的份额，也可以把 ETF 的份额拿回去赎回。这个机制非常的关键，因为只要 ETF 的价格和它背后的比特币的净值出现了偏差， AP 还有做市商就有机会套利。他们套利的结果就是把 ETF 的价格重新给它拉回到接近比特币净值的位置。所以你可以这样理解， AP 和做市商就是让 ETF 的价格不要偏离太远的人。我们再来看看这个申购流程，也就是 ETF 流入的时候通常会发生什么。假设现在市场上很多的投资者都想买比特币 ETF 的买盘就会越来越强， ETF 的价格可能就会高于它背后的比特币的净值，这个呢叫做溢价。比如说 ETF 背后的真实价值是$100，但市场上因为很多人抢着去买，价格呢被推高到了$101、$102。这个时候呢 AP 也就是授权参与人就看到了套利的机会，那他会怎么做呢？首先 AP 提供现金给到 ETF 的发行方，也就是说 AP 不是自己随便在市场上创造 ETF， 它要通过 ETF 的发行方走正式的申购流程。第二步呢， ETF 发行方拿到现金之后会去市场上买入真实的比特币，这一步就非常关键了，因为这是现货比特币 ETF， 它背后不能只是一个数字，它需要有真实的比特币作为底层的资产。所以当申购需求增加的时候，发行方就需要增加底层比特币的持仓。第三步呢，买到的比特币会存入托管机构那里，也就是说土里的冷钱包的托管。这些比特币不是放在普通投资者的钱包里边，也不是放在 AP 自己的钱包里边，而是由专业的托管机构保管。第四步呢， ETF 发行方根据这些新增的底层资产发行新的 ETF 份额给到 AP， 也就是说新的 ETF 的份额不是凭空创造出来的，它背后对应的是刚刚买入并且托管的真实的比特币。第五步 AP 再把这些新的 ETF 份额拿到交易所里边去卖出，这样一来呢， ETF 的市场里边的份额就增加了，供应增加之后 ETF 的价格就不容易继续高于净值。同时呢，因为 ETF 发行方在申购的过程当中买入了真实的比特币，现货市场就出现了买盘。所以我们说 ETF 的净流入非常重要，不是因为买 ETF 这个动作本身有多厉害，而是说因为在申购的机制下， ETF 的新增需求会传导成真实的比特币现货市场里的买入需求。这个就是 ETF 的流入为什么会影响比特币现货价格的关键。我们再来看看这个赎回的流程，也就是 ETF 流出的时候通常会发生什么。假设呢，现在市场情绪变得越来越差，很多的投资者开始卖出比特币的 ETF 的卖盘越来越强， ETF 的价格可能就会低于它背后的比特币的净值，这个呢叫做折价。比如说 ETF 背后的真实价值是$100，但因为市场上很多人都在卖，价格被压到了$99、$95，这个时候呢 AP 也就是授权参与人又看到了套利机会，他会怎么做呢？首先 AP 会在交易所里边买入这些被低估的 ETF 的份额，也就是说市场上有人急着卖， ETF 的价格低于净值， AP 就可以用比较便宜的价格把 ETF 的份额买回来。第二步呢， AP 把这些 ETF 份额拿去赎回给 ETF 的发行方。注意，这里不是说普通投资者直接去找发行方赎回，普通投资者通常是在交易所里边买卖 ETF， 真正能和发行方做大额赎回的只能是 AP。第三步呢， ETF 发行方为了完成赎回会卖出一部分底层的比特币换回现金，这一步呢就非常关键了，因为这是现货比特币的 ETF， 基金背后持有的是真实的比特币，当赎回需求增加的时候， ETF 规模要缩小的时候，发行方就可能需要卖出一部分的比特币拿到现金。第四步呢， ETF 发行方把现金返回给 AP， 也就是说 AP 把 ETF 的份额交回去，发行方卖出比特币换成现金，再把现金给到 AP。 第五步
这些被赎回的 ETF 份额会被注销掉。所以这个流程的结果就会导致 ETF 份额减少， ETF 的规模也会变小，基金呢需要卖出比特币，现货市场出现卖盘，这就会压低比特币的价格。所以我们说 ETF 的净流出重要，不是因为有人卖 ETF 这个动作本身直接砸盘，而是因为在赎回的机制下， ETF 的流出需求可能会传导成真实比特币现货市场里的卖出需求。这个呢，就是 ETF 流出为什么会影响比特币现货价格的关键。接下来呢，我们看图的左下角托管人这个角色呢也非常重要，因为这里是现货比特币的 ETF， 所以它背后需要真的持有比特币，但这些比特币不是放在你自己的钱包里边，它们是由专业的托管机构保管的，比如说冷钱包、多重签名、审计、合规流程等等等等。所以这里就引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买比特币 ETF 不等于你自己持有比特币，你买 ETF 获得的是比特币价格的敞口，比特币涨，你的 ETF 的价格大概率也会跟着涨，比特币下跌，你的 ETF 的价格也会跟着下跌，但你并没有掌握私钥，你也不能够把这个 ETF 的份额拿到链上去转账。所以比特币的 ETF 适合获得价格敞口，但它不等于真正自托管比特币。这也是后面我们会讲什么人适合买 ETF， 什么人更适合自己持有比特币的原因。最后呢，我们再看这张图底部的这一块，这里就是整套机制的完整的一个总结。当 ETF 持续流入，普通投资者买入 ETF， 申购需求增加， ETF 规模扩大，基金呢需要增加底层的比特币持仓，于是现货市场可能出现买盘，这个就可能对比特币价格形成支撑。反过来，当 ETF 持续流出，投资者卖出 ETF， 赎回需求增加， ETF 规模缩小，基金可能会减少底层比特币的持仓，于是现货市场可能出现卖盘，这个就可能对比特币的价格形成压力。所以比特币 ETF 对价格的影响本质上不是一个简单的指标，它更像是一条资金传导链。美股市场里的买卖需求通过 ETF 的申购和赎回机制传导到真实比特币现货市场，这个就是这张图最核心的逻辑。但是这里也要再次提醒大家一句， ETF 很重要，但它不是唯一的因素，不能够简单理解成 ETF 的流入比特币就一定涨， ETF 流出比特币就一定下跌。市场没有那么简单，比特币价格还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比如说宏观环境、美元的流动性、期货杠杆、资金费率、市场情绪、链上的长期的持有者的行为等等等等。所以 ETF 的数据最好不要孤立的去看，它更像是市场里边一条非常重要的资金线索。这个也是为什么我在 Open Clue 里边不只是看 ETF 的数据，我会把 ETF 价格、情绪、宏观、衍生品这些信号揉在一块去看。因为单独一个指标只能告诉你局部的变化，但很多信号放在一块，你才更容易的看清楚现在市场到底是在真正的在吸筹，还是只是短期的反弹，到底是机构在进场还是资金在撤离。所以以后你看到比特币 ETF 大幅的流入或者是流出，不要只看那个数字本身，你要问的是这个数字背后代表的是传统的金融资金正在增加比特币的敞口，还是正在减少比特币的敞口，这个才是 ETF 数据真正有价值的地方。讲完这个机制之后，我们再简单的聊一下很实际的问题，那普通人到底应该买比特币的 ETF， 还是自己去购买真实的比特币呢？这两个东西看起来都和比特币有关的本质上并不是一回事儿。如果你只是想获得比特币的价格敞口，想让自己的投资组合里边有一点比特币的配置，但呢你又不想研究钱包，又不想保存私钥，不想担心链上的转账出错，那比特币 ETF 可能更加适合你，因为它简单，你用券商账户就可以直接去买，交易方式和股票差不多，也更容易放进传统的投资账户里边，尤其是对一些传统的投资者、机构账户、养老基金账户，或者对不熟悉加密钱包的人来说， ETF 的门槛会低很多。但如果你真正认同比特币最核心的那套理念，比如说自我托管、抗审查、不依赖第三方，那自己持有比特币就更接近比特币的本质。因为只有你自己掌握私钥，那个
比特币才真正的由你自己来控制。所以我会这样去总结，比特币 ETF 适合获得价格的敞口，自己持有比特币才是真正拥有链上的比特币。这两个东西没有绝对的好坏，关键看你的目的是什么，你是想配置一个资产，还是想真正的进入比特币的网络？这两个选择对应的是完全不同的使用场景。好的，讲到这里呢，大家应该就能够理解为什么现在看比特币 ETF 很重要，因为它是一条资金的通道，一边呢连着美股市场里边的机构资金，另外一边呢连着真实的比特币的现货市场，所以 ETF 是在流入还是在流出，机构呢是在加仓还是在撤退，都会变成我们观察市场里边的一个重要的线索。最后呢，也简单的更新一下 OpenClue。我做这个 OpenClue 的初衷不是想做一个简单的价格的网站，而是希望它能够帮助普通的用户把市场里边的关键信号看懂，比如说 ETF 价格、情绪、宏观、衍生品等等这些数据。OpenClue 会把它们放在一块，整理成每天的市场研究立场。这样呢，你不用每天打开10几个网站来回切换，至少呢，可以先通过 OpenClue 快速的去知道今天市场最重要的变化是什么。最近呢，有很多朋友给我发邮件或者在评论区里边留言，希望 OpenClue 增加更多的币种，比如说 SRP、SLM、ADA、WLD， 还有一些 DeFi 的公链的项目。这些建议呢，我都看到了，也非常感谢大家。不过 OpenClue 每增加一个资产，背后呢都不只是多一个价格的页面，它还需要每天持续追踪价格、资金流、新闻、链上数据，还有市场的信号，还有生成每日的研究的立场，并记录这个立场到底是怎么变化的。所以它并不是那么简单的加一个币种的名字就 OK 了。现在我也加了一个新的投票功能，大家可以通过投票来决定哪些币种优先上线。未来的 OpenClue 会继续扩展更多的资产，但我更加希望它会慢一点、稳一点，不要为了追求热点把研究质量给它做低。如果你也希望某一个币种加入 OpenClue， 可以去网站里边投票，或者直接在评论区里边告诉我。好的，这个就是今天所有的内容，谢谢你的支持，希望 OpenClue 能够真正的帮到你，也欢迎加入我们的 Discord 社区吃瓜群众自治社，入口呢就在外网频道的主页。我们下期视频再见，谢谢，再见。